很多人呢都看到一辆白色的车牌 JDM86 的 Toyota AE86 呢，一看到了就想起我，就 tag 我，死命 tag 我，连 TikTok 啊、Facebook 啊、IG 都 tag 我啊，甚至还有人问我，哎，你是不是买了这辆 AE86 呢？我说，哼，哪里可能这么有钱呢？但是不瞒你们说，现在正式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新座驾 Toyota AE86 Terreno。这辆车呢，如果你们看我之前的影片，我试驾过，我也 review 过这辆车，是来自于 JDM Fevers Alan 的车来的。然后呢，我就是 review 了之后呢，我经常有驾出去啊，然后很多人网友就一直说，哎，你是不是买了 A86 买了 A86？结果我听了很久。而加上我驾出去这辆车的那个回头率啊，还高过我驾 EK 那一出去哦。讲真的 ，EK 好像没有什么人要看，反正这辆车男女老少什么种族都好，都懂这辆车。连我驾出去泊在路边，安迪啊，一走出去就跟老公讲，老公你看 AE86，哇，真的这辆车回头率很高。所以呢，我就其实没有打算要买的意思的，可是呢，就 Alan 就 offer 我说，艾德人，你这辆车很适合你嘞，驾出去，然后不如这辆车卖给你啦。我说我没有钱，狗狗没有钱，然后结果他就跟我讲，钱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慢慢 settle 的。不爱。哦，结果听了这句话很开心哦，车牌都送买给我，所以这辆车价钱我不多说了，你们自己看那个车牌值多少钱呐、那这辆车呢，Toyota AE86 Terreno， 它是之前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啊，整辆是很烂的。结果 Alan 呢就很用心的花了很多心思去把这辆车复兴到完，啊，花的钱呢也花了200多钱来做复兴，一个字，绝，不简单。OK， 那1985年，生日是5月14号，金牛座。OK。39年的一部老车，那个我的这个还比我的 EK 更加老，这辆车非常的经典。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重点和卖点，为了买这辆车下来的。那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这个车的这个跳灯啊，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尤其是我们在停着车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把那个灯关掉的话，那个灯可是开着的哦。就驾 AE86出去都是要给人家看那个跳灯嘛。然后当你不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转，然后它就会关下来。OK， 要等一下的，不是转马上就关了，所以很特别了。我觉得在这个年代的车已经是找不到有这样的跳灯了。OK， 所以摆车的时候就要这样子摆给大家看啦。然后第二个卖点就是这辆车呢是用着来自于瓦达纳贝的原装14寸的轮圈，我觉得 AE86 如果配上14寸是刚刚好，有一点像藤原豆腐的那个版本。如果15寸或者16寸以上就有一点不像了，没有那么好看。OK， 第三个特点呢，这辆车还有送 sticker 哦。藤原豆腐自家用，好，所以不是每个车都可以粘这个sticker 上去的，我觉得只有 AE86 才适合啦。如果你讲 GT86，好像少了那种少少的味道啊。第四个卖点就是这辆车全部 rubber 都是新的。当年 Alan 呢，当年为了复兴这辆车，车头灯啊、车尾灯啊，所有的塑胶啊，能够买新的就买新的。各位，后面这个大镜的胶呢，都要大概8000块马币了哦，整 set 全部塑胶买回来都是超过10多千、20千了的。然后导致成这辆车呢，每一次开关门哦，你要大力关。不然你是因为它的这个塑胶太新了而比较难关一点。那第五个卖点就是这辆车的车牌号码啦，这是真的哦。所以为什么 Rotex 一定要粘在前面？因为连警察有时候都好奇一下你这个车牌是不是真的 JDM86。所以这辆车 AE86 已经很出名了，再配上这个 number plate， 真的是无比有出名了，真的很出名了的。再来呢，买旧车啊，其实最担心就是内饰啦，因为外观我们都可以再做嘛。那内饰的话是我最喜欢的，里面呢很多可以用新的就用新的啦。OK， 比如说这个门把啦，当年能够买新的啦，然后现在有一点裂掉了，但是Alan 说他会订了一套送给我放进去这边啦。然后椅子这方面呢，你会看到全部都是新美的 ，OK， 然后后面呢都可以载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如果这辆车呢，我把它驾出去，然后载我爸爸妈妈出去，完全不是问题了，回头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坐进来这边呢，非常经典的一个 AE86 的内饰，然后它的这个 meter 呢。如果你们有看头文字 D 哦，如果跑超过120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叮叮叮叮那种声音。百式的话，它会更加的快，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叮当叮叮叮当当当。
啊，那个是我们个人非常喜欢的，可是这辆车没有了，坏掉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换的话，还是要整个米特换掉。可是这个不执着啦，真的不执着。执着的是什么呢？里面的内饰非常的新，非常的漂亮。那这辆车呢，是搭载着一个 5 speed 的 manual 5速的手排变速箱。带你们去看一下引擎室。这辆车，那个洞呢？这辆车呢，搭载这一个 4AGE 的 Red Top 1.6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原厂说有136匹马力左右啦，这是 on engine 啦，所以这辆车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完完全全都是原装的。你看，连这个 intake 啊，都是原装的水柜。可是呢，因为冷气不够冷嘛，老车嘛，所以就在前面加多一个风扇给那个 condenser 的。这辆车其实不要求动力，因为我有了 EK 嘛。那 EK 呢，如果要跑山路、跑直线的话，那个真的是非常强。A186 呢，驾出去什么呢？我们不是要驾快的，我们驾的是一个姿态。所以驾出去呢，不管是任何的 car show 啊、车距啊，不需要跑快的，不需要嗡嗡嗡大声，也不需要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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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的。这辆车慢慢行驶的话，那个回头率真的非常的高，真的。OK， 所以这辆车呢也是有一个故事哦。当我完成了那个手续啊，各名了之后啊，然后驾出去的时候啊，结果那天就遇到一个事故，不算是事故啦，就发生一件事情。我就驾着车2个链嘛，那转弯哦，90度弯嘛，转。我隔壁那辆 Innova 哦，直接为了脑雷信赖没有看我在旁边，你知道吗？直接刺过来我的链。我这辆车没有 horn， 又没有 ABS， 我直接把它刹，当然没有踩完啦，可是就幸好刹得住。然后我又很堵拦哦，又没有 horn 哦。然后又没有证据哦，所以这辆车 Alan 没有送我一样东西，唯一一个就是 dashcam， 所以我今天呢就要把这辆车驾过去安装一个 dashcam 啦，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一个安心在这边。所以介绍完这辆车，我带你们去安装一下这个 dashcam 啦 ，Let's go。OK guys， 我们已经把 A186 驾到来 Putrajaya 的 Dasher 这里了。Dasher 呢其实有很多间分行的，如果你们住靠近 Putrajaya 或者是Puchong啊，你们不妨可以来到 Putrajaya 这间，你们打开 Google Map 去搜索一下 Dasher 最靠近的 Installation Hub 在哪里就可以了。这边呢有卖一些现货，然后呢也可以安装的，而且安装都是明文标价的啦，它都会列入在它的这个 screen 那边的。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一个分行里面有什么啦 ，Let's go， 带你们去看一下。来到这个 Installation Hub 这边呢，你会看到它会有展示着它很多各式各类的产品。其实其实卖呢这个老字号已经在市场上已经很多年了的，所以呢今年呢就推出了一个最新的 A510了，它是 A500S 的一个升级版。你们知道 A500S 是在这个汽车卖里面最好卖的产品吗？所以它今年就带出了一个最新款的，有 4G 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安装在我们的 A186 的上面。这里还有一些什么 Jump Start 的啦，这些 Air Pump 如果是轮胎没有封的话呢，都很好用的这个就是这个 Air Pump 也是玩的是比较小力的，也是可以啦然后这些就是Omni 啦，就是去年推出的这个 Omni 就有的旋转还有就是以前我用过的 M500。如果你们只是想要买前面的 Dashcam 不想要买后面的话，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厉害的 M500这个厉害。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些 Jump Start Power Bank 如果我们的车没有电的话都可以用尤其是我们开这种 A186， 我们不是经常开车的，有时候没有电的话呢就很头痛，所以这种 Jump Start Cable 是很需要的让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安装的过程Let's go。OK guys， 我们现在安装完毕之后呢，我们先来通个电所以这辆车已经是装了这个 hardware kit 了的。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加一个新的dashcam 啦，所以它是一个有 dashcam with screen， 然后你就很快速找到它是这个 A510了的，我们这架点一点。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先 confirm 按 OK， connecting to the dashcam hotspot， 所以你只要打开你的 Bluetooth 还有你的 WiFi 啦，它会自动连接。所以只要你连接过一次了之后每一次就是我发现到我在车上驾车我可以随时打开这个 app 它就会自动连接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后面的 camera 是否很好？可以这个角度很好虽然没有装在大镜那边。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设置要去设置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高清
是否是在1944P， 是否有这个 Speed Watermark 啊，或者是70迈 logo 这些啊 ，OK， 基本上小哥哥已经帮我们做好的了这些设置。所以如果你有驾车，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app， 进到 album 里面，然后你去找一下当时的这个回播哦，你只要点一下这个影片，下面有一个 download 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安装完毕了，我们现在就驾这辆车回去了。拜拜，走了，回家了，塞车了。那刚刚安装完毕了这个70迈的 A510呢，那今年呢70迈呢，它就为 A500S 呢做出了大升级，推出了这个 A510的。那这个 A510呢，它 update 了一个最新款的这个镜头，由 Sony 的 Starvix2 IMX675的这个 sensor 传感器，然后它可以支持 HDR 的前后录制60 frames per second， 所以你录制的时候是非常的顺。之外，它还有 Night Out Vision 哦，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呢录到的那个画质是非常清楚，而且它的颜色是非常的漂亮。在这个价位里面，还有哪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个价位里面呢，已经是非常的强大了的。这个 A510呢，我们从室外进到室内的时候呢，最怕就是镜头一下子啊，从很亮的变成暗的时候呢，它的镜头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可是这个 A510的这个速度啊，真的是非常的快，它把那个画质提升立马非常的高。然后在晚上的驾驶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买 Dashcam 的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在你发生意外还是什么的时候，它可以录到最清楚的车牌号码。真的，因为最怕就是录不到啊，你找不到人啊 ，hit and run 就麻烦大了。就好像那天这样咯，如果我驾这辆车真的是那天没有 Dashcam， 你知道吗？真的他撞到我的话，我要找人，他直接走掉了。这辆 A186呢，我们也为它安装了这个 Hardware Kit， 还有一个新款的 4G Connectivity， 所以里面是插着一张 SIM 卡的，所以这辆车是随时 online 着。如果我们拿着我们的70迈的 app 啊，我的车park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可以随时打开看看到底有什么人站在前面，有谁动到我的车，我都懂。加上我有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当我把这辆车驾到去一个不熟悉的 shopping mall 里面，然后我一下子忘记我park在哪里了哦，然后我就可以直接马上打开这个70迈的 app， 然后打开看一下到底车是park在哪一个柱子，我就可以朝着那个柱子去了嘛，对不对？真的是太厉害了吧！加上了这个 A510呢，它有内置的 GPS， 所以呢，如果有我的表弟啊，那伟翔一定偷驾我车出去的，他一定的。然后他驾到去哪里啊，我都可以再监视他。所以这个 A510呢 ，settle my problem。那这款的 A510呢，有一个对我们老车非常友善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它有停车监控的。所以如果有人啊在停着车的时候撞我的车啊，它马上进到一个 backup file 里面啊，不怕找不到人。因为这辆车啊，你要知道，所以这辆车已经安装了一个我们买车最重要的 dashcam 了。所以话不多说了，我们去试驾这辆车 ，Let's go。这辆车哦，最重要是什么？冷气够冷。我跟你说哦，我买了这辆车哦，又是给我爸爸屌了。上次买一个1996年的车，跟我同年，差不多30年了啊。现在又买一个更老的1985的 A186。那要不是因为有头文字 D 的话，我跟你说 A186 根本是一文不值钱的。那这辆车呢，我跟你说，它比我的 EK 更惨是什么？它的引擎没有改过的关系。没有 EK 这样有力啦。第二个就是它没有 Power Steering。那这样子我发现了一个性格哦，就是个 4AG 哦，在低转2000转以下的时候是没有力的。它真正它的精髓呢是要在大概是5000转。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现在是3000转啊，听啊。5500。所以这辆车你要不要我加上云顶？可以啊，3千个让我们把它加上云顶试驾一下。非常健康的一副引擎，而且这辆车的重量比哦是切50后50的，所以它的 handling 真的是无可否认很棒很棒。你不会觉得车头太重，也不会觉得车尾太重，刚刚好那种感觉啊。而且它很容易做 Hudo 这辆车。这辆车呢，如果是驾出去在妈妈档喝茶的时候啊，男女老少的话，这个回头率非常高的。OK guys， 本集的试驾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们想看我驾这辆车上云顶的话呢，可以不可以3000个 like 啊？到时候把这辆 A186加上云顶试一下它的操控，它的动力怎么样啦？但是你不要 expect 它太有力啦。我都讲过它是一个原装的 Red Top 4AG 的。那如果你们对这款 A510有兴趣的话呢，不妨点击我下面的链接去下单购买，买在你们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妹妹啊、姐姐的车，把它一定要安装上去，因为对你们人身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你的安全起买一个行车记录较为安心的。所以就这样了，各位，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Yes。
喂，起身了啊，每天在拍 video 睡觉，起身起身。原来是梦。